天龙八部人人都看过，可你知道佛门里面的八部天龙是什么吗？他们是佛祖的亲卫，是西天战力最强的一批大军，是用来扫除妖魔鬼怪的不二之选。八部天龙是非人的存在，包括8种神道怪物，因为其中的天众和龙众最为重要，地位最为崇高，所以称为八部天龙。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像诸菩萨、比丘等说法时，常有八部天龙参与听法。如《法华经·提婆达多品》曾记载，八部天龙人与非人，皆遥见比龙女成佛。非人是形貌似人，而实际不是人的众生。八部众的第一位是天众，又称天人、天神。佛教宇宙有3界6道28天，这些天人便居住在诸天之内，享受无尽的快乐，不仅寿命悠长，还无病无灾，享受着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资源，极乐净土，说的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。其中赫赫有名的有地释天、大梵天等天神。佛教中天神地位并非至高无上，只不过比人能受到更大、更长久的福报而已。佛教以为一切事物无常，天神也是要死的。天神临死时有5种症状：衣裳垢腻、头上花尾、身体臭秽、腋下汗出、不悦本座。这就是所谓的天人五衰，是天神最大的悲哀。不过和凡人相比较，寿命动辄数百上千年，衣食无忧、资源丰富的天人简直不要太幸福。八部天龙听名字就知道谁最重要，除了掌控诸天的天人之外，龙众也是佛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们是护卫佛法的有功之臣，专司星云降雨。在佛经里，龙拥有大量的珠宝，是海里的富豪。佛经中的龙与我国传说中的不同，古印度的龙包括类似中国的龙，还有包括有神格的蟒蛇、毒蛇等等。古印度人很尊重龙，认为水中生物以龙的力气为最大。下雨是龙从海中取水而洒向人间的。龙王之中有一位叫做沙揭罗，意为海的龙王。他的幼女8岁时到释迦牟尼说法的灵鹫山前，听释迦牟尼讲说妙法莲华经之后，向释迦牟尼佛进献宝珠，即刻转为男身，腾空而起，驾祥云往南方无垢世界是现成佛度众。这一罕见盛况为天龙八部所见。龙族是3界1等1的大族，地位无比的崇高，作为佛门护法神也是非常有排面。许多神仙大都能喜欢让神龙拉车，那不比什么七彩祥云有逼格。而传说中的9龙拉关，更是连满天天神佛都感到惊惧的存在。天龙2众在八部众中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，但地位是一回事，服不服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八部众也不是和和气气，互相之间也时常有摩擦，其中的迦楼罗更是与龙众堪称生死大敌。迦楼罗指的是金翅鸟神，是一种大鸟，翅有种种庄严宝色，头上有一颗凸起的如意珠。此鸟名声悲苦，以龙为食，每天要吃1条大龙以及500条小龙。到命终时，体内积聚诸毒，无法再吃，于是上下翻飞7次，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。因为一生以龙为食物，体内积蓄毒气极多，临死时毒发自焚，肉身烧去后止于一心，做纯青琉璃色，成天吃龙，那可不就跟龙众是死敌吗？也不知道佛祖他老人家是怎么调和的，竟然能一起收入麾下。迦楼罗金翅鸟分为4种：化生、湿生、胎生、卵生。化生迦楼罗最为强大，其次是湿生迦楼罗，再次是胎生迦楼罗，最后是卵生迦楼罗。天下有无数迦楼罗金翅鸟，由威德、大身、大满、如意4大迦楼罗王统领。金翅大鹏鸟这一形象便是由此而来。除了地位比天人低一些，八部众内也是威名赫赫。不过迦楼罗吃的龙类并不是传统里的5爪神龙，他们的另一种称呼叫做那迦，是一种带有剧毒的大蛇，所以迦楼罗老年才会毒发身亡。不仅是龙众跟迦楼罗有敌对关系，八部众里的阿修罗也对天人十分不满。阿修罗这种种族十分特殊，男的特别丑，个个都歪瓜裂枣，而女的则特别漂亮，个个都堪比貂蝉西施。阿修罗王经常带领手下和地释天战斗，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差，不像天人居住在极乐世界，美酒美食享之不尽。阿修罗是天生的战斗种族，坚信一切东西都要通过战斗争取，对于整日吃喝享乐的天人十分看不起，所以哪怕佛祖在上，他们也敢动手和天人大战。而天人虽然生活环境优渥，但同样不是好惹的。以地释天为首的强大存在战力同样可怕。
并且阿修罗族的美女也深得他们欢喜，巴不得多抢几个回来。就这样，两大族群你争我夺，在数万年的时间内大战不断。佛祖也是无可奈何，毕竟他总不可能为了止戈随机灭族吧。而只要有一人不死，阿修罗和天人的战争就将永远持续下去。在洪荒神话中，阿修罗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来头。传说天地开辟之初，盘古陨落之后，他的身体有一团污血，修炼无数纪元，化作一位顶尖大能冥河老祖，号称圣人之下他无敌，血海不灭，冥河不死。就算是圣人想要解决他，都感到棘手，任谁都得给他3分薄面。而这阿修罗就是他创造出来的种族，本想效仿女娲造人争一波功德，却没想造出个战斗种族，把3界霍霍得够呛。阿修罗和天人的恩怨由来已久，在剩下的8部众之中，比较出名的还有夜叉。夜叉是佛经中的一种鬼神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浅释记载，空行夜叉长2个翅膀，能在空中飞行，千变万化，有时现红色，有时现蓝色，不管是什么颜色都有一种黑暗的光，喜欢给人添麻烦。而地形夜叉更令人害怕，他的头发冒绿色的火焰，高达数丈，像蜡烛一样燃烧。他的眼睛一个生在顶门上，一个长在下巴上，形状怪异，非常骇人。夜叉是神造的阴间物种，有接近神的体格，接近鬼的模样，却没有被赋予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，具有极高的天赋和极大的潜力。民间传说夜叉鬼，夜叉多为海怪或水鬼之类的形象，可食人畜，且与龙王有关。在某些印度神话中，夜叉是阴间独有的鬼怪生物，是阴间的鬼差，全身皆黑。有些画里的夜叉的头部如驼峰状，无发，手持铁叉，面目狰狞恐怖。封神的故事中，东海龙王手下有巡海夜叉，是天庭钦点的水府正神。哪吒在海边洗澡，用法宝混天绫搅动东海，龙王就是派夜叉上岸查看情况，然后就被砸死了。不过也由此可见夜叉的流传之广。在夜叉之后，8众部还有一位钱达婆。钱达婆在印度神话中是一种不吃酒肉，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。原来是一群半神半人的天上乐师，是第10天属下执司雅乐的天神。此神经常住在地上的宝山之中，有时升至33天演奏天乐，善于弹琴演奏种种奇妙的雅乐。钱达婆是东方持国天王的眷属，为守护东方的神，有众多眷属，其同时也是观音28部众之一。有经文记载其形象为顶上有8角冠，身相为吃肉色，身如大牛王，左手执琵琶，右手执宝剑，庄严宝相，正大光明。和8部众中的紧那罗都是音乐大师。紧那罗头上长犄角，男身女相，音乐造诣极为高明，被称为歌神。少林寺尊其为护法迦兰菩萨，并塑化形象供于厨上，供奉为监斋使者，以圆满寺院饮食之事。这种传说传出后，天下寺院都纷纷效法，普遍在寺中塑起了监斋菩萨像，年年祭祀，从而形成了佛寺在这天纪念监斋菩萨的传统。而8部中的最后一位叫做摩呼罗伽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蟒蛇神，也被称为地龙，跟天龙相对应，但基本上没什么存在感，被天龙和龙众碾压，只配做跟班。和迦楼罗、夜叉等部众比起来也是差远了，毕竟大蟒蛇实在是不稀奇，还有天龙做他的上位，能位列8部天龙纯粹是凑数的存在。8部天龙是佛门最忠实的打手，但凡什么地方出现闹事儿的，都是他们前去解决。毕竟佛祖贵为一教之主，总不能事事亲力亲为，身边的菩萨佛陀都是正得无上果位的存在。除非你有齐天大圣的面子，不然些许小事也不值得他们出手。可佛门的势力范围那么大，总是需要一些基层人员的，指望一群小沙弥念经，很显然不可能。于是便有了8部天龙。平时你们怎么打闹，佛祖不管，但有事儿就得上。也就天人的待遇好点，能居住在极乐世界，剩下的阿修罗什么的，简直不要太悲催。就算是龙众都要面临被迦楼罗捕食的命运。那么8部天龙之中，你最喜欢哪一位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